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？下午3点，头开始隐隐作痛，眼睛想闭上，看着萤幕，却什么都没办法进脑子。你去泡了一杯咖啡，或者开了一瓶提神饮料，撑过去了。本知道你甚至不用设闹钟。我在诊间问过太多这样的患者，每个人的答案都一样：喝咖啡、吃止痛药，熬过去。今天我要说清楚，为什么你的下午头痛那么准时，以及你一直用来对付它的方法，可能正在让它更严重。看完这支影片，你会知道3个真正原因、生食理论，还有今天就能做的3件事。不用买任何东西，不用吃任何药。先说一个数字，台湾成人的紧张型头痛盛行率约15%到25%，换算成台湾总人口，代表几百万人每周或每月都在头痛。上班族因为久坐、压力，这个比例只会更高。多数人把下午头痛归类为3件事：眼睛疲劳、工作压力、脑子没油了。这3个解释有一部分是对的，但方向搞错了。你以为知道原因，所以一直用同一个解法。我在诊间常看到患者头痛，喝了咖啡好了1个小时之后更痛。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今天从早上9点做到现在，不算咖啡，不算饮料，你喝了几杯水？这个答案等一下很重要。你以为是眼睛和压力，但真正让头痛那么准时的是3件事在同一个时间点同时发作。中医把一天24小时分成12个时辰，每个时辰对应一条经络的高峰期。说实话，我刚开始接触这套理论的时候也有疑问，这是真的还是古人在想象？下午3点到5点叫做申时，膀胱经当令。你听到膀胱可能会想，这跟头有什么关系？关系非常大。足太阳膀胱经是人体12条经络中路径最长的一条，它从眼睛内角出发，走过头顶，沿着脊椎两侧往下，一直走到脚底。它经过的路径正好覆盖大多数人紧张型头痛最常出现的位置：后头、头顶、脖子两侧。中医说膀胱主水液代谢，这条经络负责身体的水分调度。申时是膀胱经最活跃的时间，身体在这个时间点对水分的需求最高。如果你水喝不够，加上整个上午坐着不动，头颈部的气血就跟着不够用。西医研究又说什么？我去翻了文献，人体的皮质醇在早晨达到1天高峰，接着一路往下，到了下午2点到4点，处于白天的相对低点。这个低点让你的警觉性和耐痛阈值都下降。就算平时能等过去的轻微头痛，在这个时间段你会更清楚地感受到它。但后来在临床上观察越多，越发现患者描述症状的时间点跟这些时辰的规律高度吻合。你不需要先相信生时理论，可以先注意你的头痛是不是真的准时在下午3点左右发作。生时的概念和现代生理学的这个发现时间点几乎完全重叠，这不是巧合，是古人用不同的语言描述了同一件事。3个让你头痛的东西，你可能猜错了其中一个。好，现在来说那3个原因。你以为的解释需要能量补充，眼睛疲劳，喝咖啡可以解，全部搞反了。第一个脱水，第2个颈椎紧绷，第3个午后血糖震荡。这3个多数人在同一个时间点同时撞上了。第一个原因脱水，这是最被忽略的，也是最关键的一个。很多人觉得我有在喝东西啊，我喝了咖啡，喝了茶，喝了提神饮料。但咖啡因是利尿剂，它会加速肾脏排水，让身体排掉的水比喝进去的更多。你喝了1杯咖啡，可能反而让身体更脱水。脱水和头痛的关系在医学上有文献支持。当你轻度脱水，脑膜的压力感受器就开始送出讯号，你感觉到的那个头痛是你的身体在要水。第2个原因，颈椎紧绷。当你长时间盯着电脑萤幕，头会不自觉地往前倾，这种持续的压力让颈椎周围肌肉和筋膜紧绷，
最后往上传导成头痛。2014年一篇外科技术期刊的研究，头部中立位，颈椎大约承受5公斤，低头30度18公斤，相当于头部重量的4倍。一般办公族低头看荧幕，大概就在30度上下，这叫颈源性头痛。从脖子来的头痛，让你以为问题在头，但根源在颈椎，坐越久，颈椎欠越多。第3个原因，午后血糖震荡。如果你的午餐含糖量高，血糖会先快速升高，然后胰岛素释放，血糖快速下降。这个血糖下降大约发生在吃完午餐后1到2个小时，刚好是下午3点左右。血糖低的时候，大脑可用的葡萄糖减少，你会觉得倦怠、难集中、头胀、脑子没油。这个说法描述的感觉是对的，但原因不是能量用完了，而是血糖在震荡。3个原因多数时候是同时发生的：脱水、颈椎紧绷、血糖震荡。3件事加在一起，在生时那个皮质醇最低的时间点集体发作，你的头就准时痛了。今天就能做的3件事，不花钱，不买任何东西。那现在说3件事，今天就能做的。第1件事，生时走动2分钟。3点到了，站起来走2分钟，不用去健身，不用做什么特别的动作，就是走，让气血开始流动。这一个动作同时解决了2件事，让久坐带来的气机不畅开始恢复，同时让颈椎离开那个前倾的压力位置。如果你有时间，再做3个颈椎动作：下巴向后缩，保持10秒；头侧倾到两边各10秒；头轻轻往后仰，拉伸前颈。3个动作1分钟以内可以完成。第2件事，喝一杯温水，200到250毫升，温的。不是咖啡，不是冷水。中医说，温水比冷水更容易被脾胃吸收。现代的解释是，温水不刺激胃部黏膜，身体可以更快速的补充水分。第3件事，按3个穴位：太冲穴、脚背、大拇指和第2指后系，往脚踝方向约2指宽；合谷穴、手背、虎口中间；百会穴、头顶正中，两侧耳尖连线的中点，各按30秒。太冲是肝经的原穴，对疏解情绪积压、缓解头痛有帮助。我在临床上找穴位靠手感，真正的穴位按下去有特别的钝痛胀感，和旁边不一样。太冲穴按到了，很多人都说哇，这里好酸，那就对了。合谷穴对头面部气血调节很有效，是头痛的常用穴位。百会穴对身体气血、缓解头部闷胀感有直接帮助。3件事连续做3天，大部分人第2天就有感，第3天差异明显。你配合度越高，就好越快。还有一个动作不在这3件事里面，但我自己每天都在用。风池穴在后脑勺左右2侧各有一个凹陷处，很多人下班回家都要吹头发，吹完之后对着风池穴吹几秒，暖的。我自己用了超过2年，连续头痛3天，晚上一定吹，第2天几乎都好了。做了这3件事，对大多数人都有改善，但如果试的效果还是有限，可能需要从体质方向看。你先猜一下你是哪种？下午头痛常见3种体质：气虚型、阴虚型、肝郁型。气虚型，整个上午精力消耗后，下午气不够用，这种人通常整体比较容易累，说话气力不足。调理方向，补气为主，早上一定要吃早餐，不要空腹太久。阴虚型，体内津液不够，下午湿于滋养，这种人通常手脚心有些热感，容易口干。调理方向，滋阴为主，下午那杯温水尤其重要。肝郁型，压力大，情绪积压，肝气不疏导，头2侧比较明显，跟情绪起伏有关系。调理方向，疏肝为主，走动和穴位按压的效果对这型特别好。3种的日常调整方向不完全一样，你是哪种？气虚、阴虚还是肝郁？猜对了留言告诉我，我回你。还有一件事你必须知道，这几种头痛不适合自己拖。在我们结束之前，有几种头痛我必须说清楚。第1，累积性头痛，突然发作，几秒钟内达到极度剧烈，立刻去急诊。第2，头痛合并发烧，脖子僵硬、畏光。
第三，头痛合并视力突然改变，口齿不清，单侧手脚无力，这是中风的警示，立刻就医。第四，头痛越来越严重，止痛药越用越没效，用量越来越大，这叫药物过度使用性头痛，需要找医师评估。日常的生时头痛，用今天说的方法多半可以缓解，但这4种是你要认识的红旗。今天的重点整理，存起来。很多患者做了这3件事之后，告诉我下午头痛好了，晚上也睡得比较好。这是我一直说的一件事，先把睡眠和肠胃的基础打好，其他的事情才站得住。生迟也就是下午3点到5点，是膀胱经当令的时间。下午头痛的3个真正原因：脱水、颈椎紧绷、午后血糖震荡。今天就能做的3件事：走动2分钟，温水200毫升，按3穴各30秒。我是张家瑞中医师。今天下午3点，你打算怎么过？是继续喝咖啡，还是试一下这3件事？这个选择只有你自己能做。如果你决定试，把这支影片存起来，3点的时候翻出来按着做，不需要再想什么，做就对了。你是气虚、阴虚还是肝郁型？看完这支影片，你觉得自己比较像哪种？留言告诉我，我回你。下一集追踪起来，不要错过。